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捏金角必暴富的发大财手相，一点三角纹在手必发大财的手相。无名手指根和小指根之间有细细的斜线，我们称之为财运线。月表是跃进财富。食指的第二节有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纹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豹纹。这种人不缺钱，往往也有更多的机会变成财富。手软肉软，气血很好手掌。作为女人的手，在家庭中可能掌管经济权力，掌管家庭生活。在事业上可能日新月异，如果赶上了好时光，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和聪明的头脑，事业就不会单打独壮。总之就是滚财源。事业线从智慧线出发，这样的掌纹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人才，往往在年轻时没有抱负，在中年事业才会发展，可以实现很好的事业。事业线从生命线出发，能具有超人的战斗力，精神充实。由于自身的权力以富，企业将会大大前进，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假设手掌的形状是一个大三角形，是吉祥的手掌，说明这个人不仅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财富也很强大，很有可能成为领导者。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呈三角形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征兆，不仅代表了事业的富裕，而且不论男女都有更大的机会遇到更好的伴侣。2. 手中钱财纹多，财库多的最有钱。什么是钱财纹？什么是财库？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，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财旺钱多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钱。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有这种手相的男人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，容易成为有钱人。3. 川字形手相的最有钱。川字形的手相，这种手相一指手掌中的3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。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，悟性高，直觉好，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。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，事业平步青云，财运才会越来越好。因此这类男人不缺钱花，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有钱的。4. 财运钱伸直的最有钱，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。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，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钱财运好。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。第2， 5种一生无财的女人面相。个性高傲，翻脸无情，娶了一辈子走霉运。嫁人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，每个女人都想着自己穿上美丽的婚纱，嫁给最心爱的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有很多女人很适当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，步入婚姻。然而也有的女人到了结婚嫁人的年纪的时候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，没有把自己嫁出去。有的女人迟没有把自己嫁出去，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，跟自己的面相也是相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泪膛凹陷色暗的女人，泪膛枯陷，眼睛无神，冷淡，让男人提不起来兴趣。实际上卧蚕部未会暗的代表女人肾气不足，性能力欠佳，男人自然而然无味了。泪膛即是下眼睑，这里枯陷的人多数属于没有情调，刻板木讷，不懂浪漫，
也不懂与异性相处，引不起异性对她的兴趣，终日郁郁寡欢，难以让人喜欢。因此，拥有这种面相的女子难以嫁出去，即使有天嫁出去，也难得老公喜爱。2. 两耳无轮的女人，两只耳朵就像蒲扇一样，没有耳轮，薄薄的类似于一张纸。这样的女人先天肾气亏虚，生育会有困难，且性能力不足，与男人相处会缺少。女人天生的吸引男人的媚劲儿，即使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了，也会慢慢疏远。3. 额头高凸的女人，额头高高大大，并且前凸的女人，这是凡事都要思前想后、犹豫不决的面相。这样的女人老成持重，性格偏于理智，不会冲动做事，但这样往往也导致了她该出手的事不出手，错过了美好的姻缘，而且很容易喜欢上年纪大的男人。4. 眼睛突出的女人，女人的眼睛类似于青蛙眼的，向外凸起，这样的女人刚愎自用，性格暴躁，缺少女人味道，就像男人一样脾气大。男人除非是吃软饭或者性格懦弱，否则早早的就吓跑了。凸眼睛的女人疑心重，爱唠叨，顶撞男人，处处的体现强势。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，而且比较明显。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，一般有点神经质，小心眼，啰嗦，做事情反复无常，喜欢说3道4，惹人烦，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。谈恋爱也是一样，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，但却有始无终，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，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。5. 山根过高的女人，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，这里是鼻子与印堂接壤之处，代表了个性与自我。女人的山根明显高高挺起的，这样的女人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个性更是强烈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并且容易态度傲慢，目中无人，好男人都会望而却步了。6. 额头低窄的女人，额头低窄，发际线很低，额角有窄窄的，这样面相的女人容易生气贪心，且遇事多想不开，凡事不以大局为中心，想法天资狭隘，总想攀高枝，但是事与愿违，越是攀高越是命运不济，难以找到理想的男人，甚至岁月蹉跎依然孑然一身。7. 耳轮过于突出的女人，耳轮扩反，任性反叛。耳轮扩反的人性格活泼好动，爱好表现自己，但又很叛逆，喜欢唱反调，好辩论，好胜，不赢不罢休，因此惹人反感。女子如果是耳轮扩反，个性倔强，脾气大而过于主观，说话做事常常让男人落下了台，缺乏包容的心，因此男人都不喜欢与她交往。8. 额头宽而方正的女人，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个人能力。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方正而宽阔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事业心旺盛，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，个性独立而强势，对他人的依赖心不强，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展示出自己很有能力的一面，而且心气非常高，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的苛刻，既不希望对方太强，也不喜欢对方太弱，性格太强的他们接受不了，性格太弱的心智长时间被他们压制，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9. 脸盘宽大的女人，像书中有言，面大妇人多不孝。如果女人脸盘过于宽大，再加上两腮枯线无肉的话，这种脸型也称为柿饼脸。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脸生横肉，给人一种较为凶悍之感，而且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蛮横跋扈，不讲道理，家里的事都要自己说的算，
而且个性顽固，一旦决定的事情，谁劝说也改变不了，做起事来狠辣无情，不留余地，毫无情分可言，对老人不孝顺，对丈夫和子女没耐心，婚姻多不顺，一旦离婚的话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，注定孤苦。10. 双权塌陷的女人，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、权力欲和处理事情的手段。如果女人的双权部位塌陷无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自我意识淡薄，内心也比较的阴暗，性格懦弱不堪，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，而且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，做事从来不会正大光明的来，只会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耍阴招。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消极，总是把事往最坏的方面去想，还喜欢在背后算计，即使是身边的丈夫或亲人也不例外，还容易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，生活过得压抑而痛苦，婚姻很难顺利。11. 鼻子大而露骨的女人，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，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际关系。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大而露骨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自我意识非常和自尊心都非常的强，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有着很强的表现力，也希望别人都围着他们转，善于表现自己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傲气，眼光非常的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特别的难相处，也很少会有男性敢主动靠近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讲富豪才具备的12种首相特征，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，2种是小富，3种是大富。1. 手掌柔软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，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，为人聪明能干，头脑清晰灵活，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，在事业上容易成功。财运极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。2. 有贵人线。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，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，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，大多贵人运非常好，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，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，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。3.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。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，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，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，应变力强，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。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，话说得少，事做得多，为人亲切富同情心，属于心地好的人。小指越长，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，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。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，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，过犹不及。4. 财运线。六绣纹清晰。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、太阳线，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。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，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。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。此线代表意义良多，如贵人运、智慧强、有偏财运、异性桃花、第六感之灵感强、有名声、事业上之幸运，还有健康运等，更属于老年运家，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。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，如果无名指下肢六绣纹很长又清晰、明显、秀气，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。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，天下一品。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，也能一生平顺享福。
5. 手掌有财库。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。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，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，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，不用太辛苦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。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，不喜欢替别人打工，喜欢自己创业，凭借着自己的才能，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收益不菲，日子也是越过越富。6. 掌心藏水。你可做个试验，先把手伸直伸平，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，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，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，看看有多少。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。所谓的掌心藏水，指的是手掌平摊开，掌心部位凹陷下去，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。这种人善于理财，也比较的喜欢存钱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。7. 手掌厚实有弹性。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8. 大拇指第2节纹多。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9. 中指比较长。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，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上有3约纹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。11. 木星丘发达。在手相中，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，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财运必佳，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。12. 男人手如棉，身边有闲钱；妇人手如浆，财帛满仓箱。男子为阳，女子为阴。手掌的肉属于脾土，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，也主偏财。男子先天阳气盛，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。女子先天性阴，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，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，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。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。俗话说，福厚积银钱，富贵是有来头的，贵的前身是为人民服务，富的前身是修桥补路、慈善施舍而来。那么我们一旦富了，一定要知道如何做。慈善捐助、体恤贫苦、捐资助学，都是非常好修复的慈悲本行。第2，脸上有此条纹路，动动嘴就能赚钱，一辈子不缺钱。田宅宫宽广。所谓的田宅宫，就是指眉眼之间，在面相中若是田宅宫宽广，眼睛有神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运势会比较强，资产富足，生活能力会比较强，一生运势极佳，人缘比较好，命中有贵人相助，非常容易在事业上获得飞速的发展。财产富足，不动产比较多，身价上涨，
自然不用为车房发愁，日子能够过得非常轻轻松松，不用为钱财发愁。二、鱼尾纹上弯。鱼尾纹位于眼角处的纹路，若是鱼尾纹上弯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爱笑，心态积极，具有极佳的人缘，就算是再大的困难也能一笑而过，生性比较乐观。这样的人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中，都能够脱颖而出，甚至公司领导与上司的赏识与喜欢，能够拔得头筹，在工作中获得非常高的成就，自然能够得到不错的财运，早晚能够发家致富。三、欢带纹。所谓欢带纹，就是指嘴唇上会有许多细小而整齐排列的小纵纹。有此特征的人，为人乐观开朗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对待朋友更是慷慨大方，行侠仗义，天生具有领导能力，则这样的人在事业上非常容易得到成功。嘴巴能说会道，适合做有关公关的工作，嘴上有这样的纹路，无论是男女都能够获得不错的财运，一辈子不缺钱，动动嘴就能赚大钱。四、天柱纹。在天中直至印堂有一根纵纹，称为天柱纹。天柱纹是一种富贵的纹路，有此纹路的人才高八斗，因此在社会极其吃香，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最终将赚取不菲的财富。有天柱纹表示这个人有强烈的个性，对于经济利益有执着的追求心。额头上长有这样的皱纹大贵，其人个性顽强，做事执着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，对己对人的要求都非常高，不管男女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，并且还能一生坐拥巨额财富，财源滚滚。五、华盖纹。华盖乃孤单之星，这种纹路只能有一条，纹尾上翘且不可中坠。这种纹路五贵开展，必有大成，但性格容易极端，由于才能太强，所以略显孤单，故名华盖。此生才华出众，必定大有作为，且寿命长。六、伏羲纹。三道及更多纹路向上弯起，为人贵而长寿，收放有度，平生少灾，但颇为费神，做事勤恳，有始有终，故而必将有大作为，有大成就，乃上等人也。但压力过大，应多注意心脑健康。七、养月纹。养月纹，注意只有一条像新月一样，这样的皱纹主有贵气，是大富大贵的象征。这种人注定就是当大领导的命，做人做事有贵人助力。这样的人命运极好，大吉大利，不管从事哪个行业，都能获得一定的成就，受人欢迎和爱戴，家庭和睦，子孙成祥。这样的人在公司做事能够独当一面，解危救困，深受领导器重，升职发财迟早的事。好了，今天讲一个人是不是富贵命，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看3个地方就知道了。我们大家看一个人有没有富贵命，其实主要看的就是看他目前的成就，这也是人们注重结果的原因。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面相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有富贵命。具体怎么看？看哪里呢？今天我就从眼皮带大家来了解一下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眼皮内凹。像书有提到，眼的四周若然凹陷，使得整只眼睛像藏进去一样，这样的人做事比较缓慢，很仔细，常常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有很强的洞察力。另外，这样的人办事很冷静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三思而后行。但是眼睛凹陷的程度不同，也表明此人的个性不同。眼睛微微下陷的人，一般廉洁自律，内心世界很坦白，是人们常说的谦谦君子。眼睛特别深陷的人，警戒心理强，不善与人交往，往往是一个孤独者。此外，眼睛内凹的人与家庭关系疏远，缺少亲情，比较自主独立，对于爱情有诸多的要求，并且偏于理想化，
非常看重现实。眼睛凹陷的男性多为先天性的沉默者，是惜言如金的典型，常可能因为不爱表达或不善表达而吃闷亏。像这样的人常会主动地去回避公开的演讲或辩论会，所以不适合当推销、业务、公关及客服方面的工作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通常婚姻生活不太顺遂。2. 眼皮外凸。眼睛外凸的人开朗乐观，善于交际，说起活来滔滔不绝，不容易保守秘密。他们性格比较激进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有坚韧不拔的毅力，但个性急躁，脾气火爆，爱批评、讽刺别人，凡事会争强斗狠。他们观察力非常敏锐，所以能注意细枝末节，并能看透别人的心思，双手也很灵巧，在技艺方面求发展，成功的可能性较大，但不适合做生意，且缺乏储蓄的观念。具有这种眼皮的女子多半婚姻不顺。眼睛外凸且露眼白的人爱口出狂言，自我主义甚重，不喜欢听到反对自己的声音，若加上眼神凶险，为了打压别人更会不择手段。眼睛凸、鼻孔仰的人个性强，容易惹是非，常遭歹运。眼睛凸再加上喉结很明显的男人容易翻脸不认人。有一句话叫凸目无情，眼睛比较凸的人比较无情。3. 单眼皮。单眼皮的人眼睛一般比较小，但也有些人眼睛为单眼皮，眼睛却很大，因此单眼皮分为大、小单眼皮。单眼皮的人个性沉着稳健，头脑冷静有智慧，有逻辑性，观察力和集中力均优，思虑深，意志力坚强，做事细心谨慎，虽有持续力，但个性顽固，性格消极，沉默寡言，不善表达内心的感受，然而毅力坚强，不易退缩，并努力追求自我设定的目标。单眼皮的人个性很敏感，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心思较细密，有主意，看待问题更趋于条理性，有自己的观点，不会人云亦云，做事很执着，做官亦是负直。单眼皮的人对于钱财方面会看得比较认真，平时消费比较节俭，很少会有冲动消费的时候。此外，单眼皮的人婚姻生活比较稳定，但是当夫妻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，因为不善于表达内心感受，所以容易互相伤害。1. 单眼皮小眼睛。单眼皮且眼睛细小的人个性较内向、保守且谦逊，对工作的态度坚定并具持久力，做事头脑冷静，很细心有主见，积极而主动，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常常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做事之前总是先计划好，然后按部就班，从来不会操之过急，或有大胆的冒险计划。但有时像自我意识太强，不太容易听取别人的建议。2. 单眼皮大眼睛。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，性格开朗随和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去做，就不会轻易的放弃，会坚持到底，尤其是对工作和感情方面更是执着。这样眼睛的男人性格不错，但是他比较喜欢去一些娱乐的场所，不过不要担心，他不会沉溺其中。3. 单眼皮且上眼睑浮肿。眼睛不论双单眼皮，最重要的是眼睛要有神采，而且黑白分明，这样的眼相便是吉利的。但如果眼睛是单眼皮且上眼睑浮肿，这样的人不论男女皆代表其性欲较强，遇事容易冲动。4. 单眼皮且睡眼。有些人的眼睛常常如睡觉或喝醉酒一样，全无神采，称之为睡眼。如果单眼皮再加上是睡眼的话，其人做事因循守旧，决断力弱，一生难有大成就。男人有这种眼易犯桃花劫，女人有这种眼则易堕落风尘。5. 单眼皮且上眼皮严重下垂，左右两眼皮皆下垂的人，
很难捉摸其真心，生活多变化，一生起伏不定。对女性而言，具有这样特征的男人是个有无比魅力的人，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女性，不论在性或金钱方面，都要让她得到充分满足。6. 左右眼皮一单一双，这类人不轻易表露内心真实想法，对于工作和人际交往时有抱怨。对于感情问题，这类人的抉择往往出人意料，喜欢标新立异，总有新奇的举动或者想法，不甘于墨守成规，婚后可能因妻子或丈夫无法满足其欲望而感到不满，喜欢追求变化或刺激。左眼单右眼双的人表面看着安静，私底下还是很活泼开放的。如果男性生有此眼型，对待女性的态度会很温柔，不过也许这种温柔不只体现在一人身上，也有拈花惹草之风险。左眼双右眼单的人乍看上去比较冷淡，不容易沟通，但是一旦真正喜欢上一个人，就会乐于奉献己身，极尽所能体现着温柔，让对方满足感倍增。4. 双眼皮，双眼皮的人个性明朗外向，有胆识有个性，爱冲动，勇于尝试新事物，失败挫折也是正常的，但是他们的心态积极向上，更加重视从中学到的经验，在工作场合或团体中总是最受欢迎的一类人。双眼皮的人普遍感情用事，虽然勇敢却也鲁莽，容易惹麻烦，让周围的人担惊受怕。双眼皮的人通常财路较广，但是理财观念不强，而且一般来说，双眼皮的人消费能力比单眼皮的人要强。双眼皮的人无论男女都容易陷入爱情之中，但因为心智普遍不成熟，感情脆弱，多是玻璃心，而且容易招惹烂桃花，导致自身的感情不稳定。双眼皮大眼睛的男人一般都比较灵活大胆，具有多方面的才能，语言水平高，办事速度快，他们的眼睛会说话，态度和蔼，善解人意，很会迎合女性的心理。和女人在一起，他们总会使女人感到轻松自在，不知不觉中让女孩子倾心向诉，因此这种男人谈恋爱成功的比例相当高。双眼皮大眼睛的女人都具有较好的艺术感受力，歌声优美，音乐节奏感很强，能歌善舞，性格开朗着。很多女演员都有一双明亮而大的眼睛，这并非导演因为选漂亮的演员而专门挑选眼睛大的，而是因为大眼睛的女性具有天生的表演艺术才能。4. 眼皮内双，所谓眼皮内双，就是看起来像单眼皮的双眼皮。一般来说，眼皮内双的人结合了单眼皮跟双眼皮人的性格特点，有耐心，既有单眼皮人的韧性，同时也具备双眼皮人的大方得体，可以说较为优秀的眼相。这类人很擅长开玩笑，撒谎也很在行，很会处理人际关系，能够和他人相处融洽，无论和什么样的人都能聊得开，是个处事圆滑的人。眼皮内双的人感性与理智平衡，在感情方面既不会过度热情，也不会过度冷漠。这样的人善解人意，能适时表达情感，不会扭扭捏捏，也不会过于大胆热情，所以比较不会发生表错情或会错意的情形。5. 眼皮超过2层以上，既非单眼皮，也不是双眼皮，而是眼皮有多层的人不喜欢半途而废，也不喜欢受到束缚，对美丽事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，容易对异性献身，性欲很强，尤其是眼珠大者。多层眼皮的人比较滥情，多是情绪化的人，脾气也是较为急躁，但因为个性开朗，所以人际关系较好。若是上眼皮多层是感情丰富，易感动而流泪之人，若是下眼皮多层的人个性比较会傲上，不是属于忠心的部属，要小心被主之奴。
3层眼皮的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为人学问好，且具有特殊的专长，加上个人的努力，可以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或是富贵荣华，但是容易思虑过度，优柔寡断，想得多做得少。眼皮浮肿且多层眼皮的人虽然个性开朗，工作勤奋，能够刻苦耐劳，却是个不知变通，脑筋有些迟钝又缺乏主见的人，容易受人影响。其人缺乏管理能力，思维无法创新，只能听命行事，永远人云亦云。朋友虽多，却不见得对自己有益。每个人的运势都各不相同，这是我们先天所注定的，但是后天的发展可以改变每个人的走向。所以在生活中，我们要热爱生活，积极向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。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